敲501的门，一边给他发消息。501，我相信你一开始说的了，楼里真的有会吃人的猪，他已经把402吃了，我可不可以进你家躲一躲？501并没有开门，只是隔了很久才发了一句：你不该报警，现在你就等死吧。我猛地一愣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难道猪还会知道我报警这件事？与此同时，楼道里已经传来了猪蹄在楼梯里狂跑的声音，我心里一紧，赶紧就近冲进了502的房间里，而后将门反锁上。而那头猪则不停地撞击502的门，巨大的撞门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明显。我退到窗边，突然注意到501的窗台就在我隔壁，中间只隔着1米多的距离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纵身一跃，翻进了501的窗台上。砰的一声，502的门彻底碎了，那只猪竟然也跟着跳了出来，重重地摔了下去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。然而奇怪的是，501的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，他的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地上散落着各种实验器材和文件。我捡起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实验数据。在文件的最下方，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标题：基因改造生物实验记录，黑猪01号。下方还配有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正是刚才那只黑猪，只是体型要小得多。照片旁边写着：实验体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食人倾向，建议立即销毁。我彻底愣在了原地，浑身爬满了鸡皮疙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基因突变，猪丧尸吗？突然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嚎叫，跑到阳台边一看，那只猪竟然没死。抬头看向我所在的位置，我听到了楼底下砰砰砰的撞门声，是那只大猪在撞1楼被锁上的大门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转身走进501的卧室，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。果然，我在书桌上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潦草地写着：我说过白猪1号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实验了，必须马上销毁。可是他们瞒着我继续留住了他，他逃出来了，整幢楼都已经变成了实验场，所有的住户都会变成实验品。我被骗了。如果有活着的人有幸看到这本日记，请你记住，千万不要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我顺着猫眼朝外望去，站在门口的人正是402，他的样子很是奇怪，他的眼睛形状已经完全变了，就像是猪的眼睛。随后只是1秒钟的时间，他的外形又变成了正常人的模样。有人在里面吗？我立马捂住嘴，连口气都不敢喘。下一秒，他猛地用身子朝我的门砸来，砰砰砰！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的消息又弹了出来，真的有猪，那只猪居然把大门撞破了，怎么办？好害怕！他好像往楼上去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我赶紧给1楼的2个住户发了消息，趁着黑猪上楼的机会，你们赶紧从门口逃走。可他们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几乎汗毛竖立。谢谢你401，但是502正在我门外敲门呢，我到底该开不开门啊？我也听到了，还好503今天来我家玩了，他包里有防狼喷雾，我们2个还能有个照应。我现在就在5楼，502和503怎么可能会出现在1楼？除非他们和402一样，被那只猪咬过之后就变异变成丧尸了，而这种丧尸他们是有大脑，